到少主離的魔玩頻道，今天我們來玩原子核的兩個新的恐龍蛋蛋，濃眉抱抱和飛天丁丁。就覺得怎麼設計師好像是個山西人的，山西人說話非常喜歡疊詞，這個不是我們願意賣萌啊，其實就是說話的方言習慣不同。比如說老說那個動動手啦，讓開這個尖尖啦，掰一下這球球啦。盒子的峰繪還是非常可愛的一種卡通風格，兩個小家伙的說明書和人物卡，說明書的細節展示非常不錯，正逆辩都有。另外還帶了4個吧唧，相當於這一次的特點吧。前2款还有後邊預告的三角龙和小劍龙，也是很可爱的樣子。来看這一回的玩具實物，蛋壳可以跟不同的角度这樣連接在一起，方便你进行收納。插的還是挺緊的，有種公園裡邊大爺搓健身球的感覺，好像保定的特產吧。2個小蛋蛋，你看又疊詞2個小蛋蛋，這個球形狀態包裹度還是非常不錯的。因為有合金配重塊的存在，其實也相當於一個不倒翁。我們先來變形這一款小翼龍，找到這2個翹起來的小耳朵，把它摳開，裡邊有卡扣。掰開這裡邊的雙段關節，打開這2個耳朵，更像個小哈羅。然後順着下邊的球形關節旋轉一下，這裡的方孔對上，插進去。接着掰開這一面鎖着的插扣，把這2塊張開，蛋殼子。順着這一塊的軸有一個伸縮滑道，我們推上去，然後旋轉一下，旋轉到位有定位點，把這個地方對折起来，然後再順着裡邊的關節，我們把前肢掰出來，小爪子尖儿90度放平，尾巴尖的部分拔開，根部這裡是一個双段的，上方這塊紫色的部分根部是一個滑扣插進去的，我們頂一下下邊，把這一塊2個插扣頂開，就可以把整個的脖子拉出来了。然後後邊的這個造型零件給它翹上去鎖住，嘴巴翹下来。其實長得還有點像那個大嘴鳥的樣子啊，很可愛。2個後肢順着裡邊180度掰下來，來折疊肚子，在下方這裡粉色的零件又是一個滑槽的工字扣，把它打開。好。再往回扣合的時候，注意背後的双段關節，把它压到最平。然後把肚子的这一層通過藍色根部的雙段關節提到最上方，側面這裡有插扣，把它定住，結合，夾層身體。接着這一塊紫色的雙段關節往下放，扣子插住，小肚子，腳丫子扭過來。沒想到這翼龍竟然還胖乎乎的，大肚子翼龍，圓鼓鼓的，把這一塊窩進來。好，翅膀這個位置吧，也是可以有多段的關節進行忽閃、忽閃、忽閃。腿部這裡有2段的關節進行活動，尾巴可以來回的翹一翹。頭部的關節、脖子範圍還是非常大的。嘴巴可以打開閉合，眼睛這個小瞌睡眼也能旋轉一下。扭過來就變得很兇殘了。不過我還是比較喜歡它這個呆呆憨憨的樣子。再來看這個濃眉抱抱，這個球看起來就很鮮豔了。變形第一步，下邊的雙段關節打開根部這裡的插扣，把它的濃眉毛2段關節卡過來，翻上去。接着翻下來，左右2片黃色的透明零件，拆開下方的插扣，在這個位置2個洞結合着，打鬆，先把它翹起来。又是一個小哈羅，這2條根部的插扣打鬆，把它掰出来。這2層的零件應該是尼龍的材質啊，韌性還不錯的。因為最後要涉及到一塊變形的結構，所以用尼龍材質韌性就更強一些了。好，現在我們把它全部讓開，這個時候就可以把下邊的這一層掰出来。尾巴順着裡邊掏開，注意看根部這裡有2個伸縮的滑槽，把它縮進去，先展開，然後側面打開爪子下方有一個鎖着的扣點，打鬆，接着往出拉一拉，顺着这个关节旋轉180度，前肢這裡拉出來，讓開。下方這裡有插扣，
我们把这一塊扣眼打鬆，就又可以再拉長一截了。根部這裡的紫色雙段關節，我們把脖子拉長，翻出去，然後把腿部放下來，腳尖兒擺到正確的位置上，延展成這樣的程度。現在開始密合，把這兩個環兒包過來，套過兩個肩膀，接着往下拉，旋轉尾巴的部分放下來以後，中間這裡的多段關節注意一下安的方向。然後肚皮的這塊扣子側面有2個洞，夾這個外擴的鈎子，這裡稍微的調整一下，把後邊的這個關節先給它往開擴一擴，根部有滑槽嘛，把這裡拉開，調整一下角度，4個扣子全部插上，把肚皮對準起來。哎，這個時候再把這裡往緊壓一壓。好，扣上來。後背這裡的窟窿，利用到根部的雙段關節，把透明的造型件夾在一起，攏起來。四肢全部安排好之後，嘴巴往上翹，眼睛這一塊也可以旋轉，憨憨的。然後我們擰一下，哎，就很凶了。所謂這一款叫做濃眉抱抱嘛，上邊的這個黃色的透明零件可以把它當成粗粗的眉毛。哎呀，這個樣子還是挺兇殘的一個小暴龍啊！等到豆芽小朋友從幼兒園回來，一定非常喜歡這款濃眉抱抱啊，因為它就是愛這個啊，這可以張開嘴的，可以看到嗓子的，可以吞噬的。哇，頭部上下活動有一定的範圍，左右旋轉幅度也很大。前肢這裡有2段關節，哎，這個麵條小手。腿部變形需要前後活動，左右能扭。腳丫子底部球形關節還可以進行接地。尾巴有一點上下擺動的幅度啊，整個是一個合金的塊，這樣就導致了它的重心會很好。你雙足站立放在這裡，這麼大一個腦袋，用尾巴的重量壓着它，就前後平衡了。總結一下，非常可愛的2個小家伙，恐龍是多少男孩子小時候的夢想。其實玩這個啊，會或多或少想起來小時候玩的那種恐龍變形蛋，但那個時候的變形蛋玩法更簡單，而且造型來說也沒有如今做的卡通風味這麼的濃厚。其實，在變形過程中，我們也可以看到這一款在設計的結構上邊運用了很多塊狀的移動以及整個的反包效果，來讓每一個恐龍的體型不同，外觀也不同，最後包裹成同樣的蛋蛋，偽裝程度、完整性的密合都是非常不錯的。做工用料材質很好，關節緊實，又加了合金件來進行配重。從第一款玩到他們家小蛇的時候，就感覺這個系列會非常的有潛力。現在恐龍系列的推出，玩起來又會讓人感受不同的新鮮感。總的來說，非常推薦的一個系列，樣子很可愛，價格也不貴。那麼大家覺得這一次原子核的飛天丁丁和濃眉抱抱做的如何呢？歡迎在評論和彈幕留下你的觀點。這期咱們就玩到這兒吧。